兄弟们，又到了熬夜看恐怖影片的时候了。今天仍旧美恐系列永久失踪，故事发生在一对姐妹身上。姐姐呢正在张贴寻人启事，丈夫呢失踪快7年了，还没找着呢。期间这个姐姐还怀孕了。与此同时，妹妹正在家门口等候，两人见面便拥抱在了一起。这个妹妹呢刚从戒毒所回来，妹妹走进客厅，发现在桌子上有一份死亡证明的文件。原来根据美国联邦法律规定，一个人呢失踪满7年就可以判定为死亡了，再过几天就到日子了。姐姐也是被迫无奈，这7年里一直在独自还房贷，也一直在给丈夫缴纳各种保险，总觉得他有一天会回来。但经济压力和过久的等待磨灭了姐姐的耐心，而且那个年代网络还不发达，找个人就是贴寻人启事。最终姐姐决定正好到7年的那天给丈夫签下死亡证明，而且姐姐呢也怀孕了。至于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，这个问题妹妹没有过多问。随后妹妹又问她说，当初姐夫为啥走的？姐姐回答到说是吵架走的。在丈夫刚失踪的那几年，她也曾有无数种猜想，也可能是去当特工执行任务去了，也可能是被外星人绑架了，也可能是患上失忆症，在别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了。妹妹安慰到姐姐说，没事，到了签完死亡证明的那天，咱把这房子卖了，搬家，开始新的生活。时间来到晚上，姐姐在睡觉的时候，她身后好像站着个人，她下意识的翻了个身，那个人呢也走了。随后姐姐跟了上去，通过背影她知道是自己的丈夫，只见丈夫在窗边好像在哭泣，姐姐走了上去。好在只是一场噩梦。第二天一早，妹妹出来跑步了，其中穿过了一个隧道。等再回来时，隧道里躺着个流浪汉在那睡觉呢。妹妹不想惊动他，因为自己兜里呢也没带米儿食物啥的，就想悄摸的过去，但是还是给这流浪汉惊醒了。妹妹急忙解释道说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身上没吃的，我一会儿回家给你拿下。但是流浪汉说了几句莫名其妙的话，说你能看见我，那你赶紧告诉我儿子去。等妹妹回到家后，发现一个光头在自己家呢。姐姐说是当地的警官，咱叫他光头吧。这个光头呢是负责姐姐的丈夫失踪案的。妹妹看见这光头哪是来办案的，是跟姐姐聊闲篇的。等送走光头，妹妹再次看到了丈夫。 Taser, huh? Big man. I know what you did. 这给姐姐吓得不轻啊！等到了中午，妹妹这才想起来给流浪汉送饭。等她到隧道的时候，发现流浪汉呢没在里面躺着，不知道去哪了。所以妹妹呢就把这饭放在了入口处。时间再次来到晚上，姐姐这边刚躺下，完事房间的门自己开了。她呢也没多想，寻思是风吹的，就接着睡呗。一睁眼又看见了自己的丈夫，给自己直接来了一个黑虎掏心。等起身一看，丈夫又消失了。过了一天，姐姐找了个心理医生来看看，说自己呢之前只在梦里看到过丈夫，现在呢在现实里也能看见丈夫。医生告诉她说，你这个叫清醒梦，出现这种症状的原因就是你下定决心给丈夫办理死亡证明后，内心的愧疚感在作祟，所以你呢不要过于困扰，放下心理负担。另一边，妹妹刚跑完步回来，发现家门口堆了一堆手镯戒指类的小饰品，以为是隧道里的流浪汉为答谢她放在门口的。妹妹表示助人为乐那是应当的，她呢就把那堆饰品又放了回去。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手提黑色塑料袋的人，咱就说大壮吧。只见大壮把塑料袋放在入口处就走人了。画面一转，姐姐带着妹妹来给自己丈夫办死亡证明了。在姐姐签字的过程中，她又一次的看见了自己的丈夫。时间来到晚上，妹妹准备睡觉，等她掀开被子，发现早晨看到的那堆饰品跑自己床上来了。完事姐俩立马报了警，家里这是进来人了还是怎么的？但是经过检查发现，家里的门一直都是锁着，并未出现强行进入的痕迹。随后妹妹就怀疑是不是她之前看到的那个流浪汉搞的鬼，但是想了想也不太可能啊，他没那本事。接着光头呢生气了，跟他姐说，我劝你多久了啊，你就是不搬走，硬是等到现在。通过俩人这么争论，妹妹也大概猜到了姐姐跟这个光头呢是相爱了，肚子里的孩子肯定是她的。过了一天，死亡证明呢下来了，从今天起，丈夫在法律意义上讲，他呢已经死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为了让姐姐放下过往，妹妹拉着她去各处看房，最终选择了一栋公寓居住。姐姐也解开了心结，摘掉了一直戴着的结婚戒指，并且还向光头主动约了个会，看似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就在妹妹帮姐姐挑选约会要穿的衣服时，姐姐又在衣柜里看到了丈夫。妹妹给她化好妆，丈夫又出现了。
没一会儿，光头来接姐姐了。刚走出去没多远，姐姐又看到了丈夫，她以为是自己以前的毛病又犯了，于是停下来呼吸平复心情，伸出手准备拉光头走时，光头定住了，她好像也看到了，可见这不是幻觉，丈夫真的回来了。还真巧呀，她一瘸一拐的奔向姐姐，然后不小心摔倒在地，姐姐也被这一幕惊得瘫倒在地。镜头一转，丈夫被送到了医院，经过医生的检查，丈夫的身体好像遭受过虐待。光头问：“你的7年去哪了呀？”丈夫说自己呢一直都在下面待着，说完就闭上眼睛睡觉了。这给几个人整的一脸懵逼。出院后，姐姐将丈夫接回了家。临近家门，丈夫只是回头望了一眼隧道，他竟然当场尿裤子了。显然隧道里肯定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。一进家门，丈夫就躺在床上睡了起来。没一会儿，光头带着医生来了，原来是昨天丈夫的 X 光检查结果下来了。这时候楼上传来了动静，等上去一看，丈夫蜷缩在了角落里。随后光头说检查结果显示丈夫的肚子里有小动物的骨头，而且呢他失踪跟出现时穿的衣服一模一样。出现的那天丈夫是吃过早饭的，兜里也有钱包。光头就再次质问起了丈夫这些年来到底去哪了啊？我们辛辛苦苦找了你这么多年。丈夫支支吾吾的什么也没说，还给哭上了。光头和医生见状也没法，只能先回去了。时间来到晚上，姐姐找到了丈夫，和他单独谈谈。她呢把死亡证明拿出来给丈夫看了看，说7年，我苦等了你7年，好不容易放下，准备迎接新的生活，结果你呢又出现了。安慰好丈夫睡觉后，姐姐下了楼，光头来了，两人聊起了以后的事。光头说自己不会离开姐姐的，会对她和孩子负责，也希望她不要太快做出某些决定。姐姐心情矛盾，毕竟遇到这样的事谁也不能马上理清头绪。同时正在呼呼大睡的妹妹发现丈夫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她屋里边来了，读起了她送给小外甥的那本书。丈夫说自己和一个长相怪异的生物做了交易，说他呢一会儿会来抓自己。说完他就害怕的看向了门外，妹妹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这时候一个黑色生物窜了过去，妹妹鼓起勇气跑着来到了洗手间，隐约的在窗帘后面听到了声音。等她掀起时，画面再次亮起，妹妹好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，随后就看到了丈夫被拖走了。等她下楼时，发现丈夫在天花板上呢，随后又掉了下来，被拖了出去。妹妹见状急忙追了上去，只见丈夫在隧道口处紧紧抱住水泥桩，想要挣脱，不过还是被无情拖走了。妹妹拼命追赶，最后只在隧道里看到丈夫被像似昆虫一样的东西拉进了墙里。随后妹妹从远处跑回来，呼喊着告诉姐姐说丈夫不见了。警察再次来家中取证和录口供，但是听完妹妹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后，警察觉得有点扯，不相信她说的，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喝多了。警察走后，姐俩起了争执，姐姐认为妹妹肯定是又偷摸的磕了，完事产生幻觉，看到丈夫被拖走了。反正姐俩呢就这么争来争去的，最后不欢而散了。安静过后，妹妹上网查询起了附近发生过的失踪案。等第二天一早起来，叫醒了姐姐，让她看了看，确实有不少人曾路过隧道后或者在隧道里失踪了。妹妹认为他们是被某种生物抓走了，带到了地下世界，可姐姐觉得那只是都市传说而已。不久传来了敲门声，原来警察在隧道里发现了一具尸体。姐姐翻过警戒线一看，不是自己的丈夫，是谁呢？妹妹上回看到的那个流浪汉。大壮也赶了过来，看到这一幕他悲痛欲绝，原来这个人正是他的父亲。与此同时，警察从他的塑料袋里面发现了一只狗狗。时间来到晚上，妹妹找到了姐姐，向她道了歉，姐妹俩互相袒露心声，倾诉了压抑已久的情绪，该放下的事就得放下。就在俩人准备上楼睡觉的时候，黑暗中又传来了那种怪异的声响，姐妹俩屏住呼吸，姐姐朝黑暗里望去。随后画面一转，妹妹来到了警局，原来姐姐呢也被拖走了，但是光头并不相信她说的话，甚至还把她当成了嫌疑犯。警察也帮不了什么忙，妹妹只能鼓起勇气一个人来到了隧道，大喊着交易交易。接着她又听到了隧道两侧传来了人类的哀嚎声，难免有些让人害怕。妹妹一转头看到了一个胎儿，这给她害怕的拼命的向前跑，想要离开隧道。最后在即将要出去的那一刻又凭空消失了，只留下一只鞋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光头在树上贴起了姐妹俩的寻人启事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好像看到了妹妹的身影出现在了隧道的入口，但是走近一看空无一人。光头转身离开，电影到此结束。简单说一下这个电影吧，有的兄弟可能没看懂，或者是不是没看懂，是不知道导演想要表达什么，其实正常，我第一遍也没看懂，后来我查了一下，这是克苏鲁恐怖片，主打的就是让人感受到在面对强大的未知力量时的无力和渺小，而这电影呢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。怪物玩弄人类，姐姐的丈夫就是被怪物给抓走的，一抓7年。我在你打算重新开始生活的时候放出来，为的就是整你。也就是说，为什么丈夫回来之后她不是那么的高兴，因为她知
知道自己呢待不了多久。最后怪物当着妹妹的面又给他抓走了，妹妹也无能为力。然后就是电影里面提到过的交易，流浪汉说出的那句话，你能看到我啊，证明当时怪物给他放了出来，为的就是搞他心态，看见你也救不了你，以至于他的儿子可能是在用动物跟怪物做交易，最后落得个父亲死了的下场。然后就是姐姐被抓走了，妹妹也不知道这怪物为什么抓人，目的是什么，只知道交易，跑进隧道想用自己换姐姐，可换来的是姐姐肚子里的婴儿，随后想跑也没跑成功，还搭上自己了。我认为电影表达的应该就是这个意思。